家，一個東家，一個東家，一個東家，東家，一個東家，一個東家。受嘞！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我们这些做伙计的，千里迢迢来到包头这样蛮荒的地方学做生意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又有种种店规，不许带家眷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听戏。您说我们这一年年忍过来，我们为什么呀？不就为了个利字吗？这个我知道。这个不用说，我是想问，你看为什么这个店里总是伙计在伺候，而那些个掌柜的，其實把夫子號弄得都快破產還債了，但是沒有一個真心想走的，這是為什麼？東家，您怎麼連這個都不懂啊？這做生意的規矩，您看啊，您是東家出銀子，那占的是銀股；掌櫃的呢，那是以身為股，那占的是身股。那掌櫃的不願意辭號，理由有兩個。第一，他的薪金比我們這些做伙計的那要多十幾倍、幾十倍。那第二呢，到了分紅的賬期，他們能跟東家一起分紅利呀。那我要是掌櫃的，我也不願意走啊。那為什麼就不能給伙計按勞計也頂一份身股，到賬期分紅呢？東家，我得說句話得罪您了。得罪，儘管得罪。我怎麼覺得你不像東家？我覺得我也不像個東家，但我確實是個東家。那我就實話跟您說了吧。是這樣，這分紅利的時候啊，紅利再多，那也是有數的。那您能給我們這些做伙計的頂一份身股，那我們當然願意了。那可是，那您和掌櫃的分的紅利不就薄了嗎？您怎麼連這一層都不明白呢？那你說，在生意裡頂多少身股，才能留下你？那東家要給我們這些當伙計的頂離身股？不可能，掌櫃們不會同意的。那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說，你這樣一個伙計，覺得應該頂多少身股才能留下？我覺得我吧，我能在生意裡我頂2厘身股就滿意了。2厘身股，東家，去年到賬期的時候，一股分紅那是1200兩，2厘身股那就是240兩啊，東家，那比我4年的薪金加起來還多160兩呢。我要是有了這些銀子，那我老家一家老小吃飯就不愁了，我還能買房子置地。那我有這麼多銀子賺，那您打死我也不走啊。首先我不會打死你，而且我也不會讓你走。我們不說這個，不說這個，先吃東西，先吃東西。對，吃東西，吃塊雞，吃塊雞。你那也叫菠菜，
来。哎呦，东家，你，东家，咱们副字号那个刘二狗的消息，我打听清楚了。说，他就是顾大掌柜的儿子的小舅子，没当过学徒，直接被安插到店里来了。顾大掌柜怎么能自己违反店规，任用私人呢？就是啊，而且啊，现在各个分号掌柜敢这么干，都跟他有关系。对了，咱们副字号那个胡麻油掺假，都跟他有关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记的一个小册子，是咱们各个掌柜私下里贪污银子的数量，虽然不是特别准，但是也8、9不離10了。您先看看。哎，你们俩多吃啊！好，来吃吃这个。吃。这是马巡的辞呈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让他走吗？东家，这个马巡呢，前几天私自决定免了人家的银子，我早就觉得他不会做生意。要是我，就让他走。为什么？铁打的伤好流水的伙计，店里少了谁，只要有掌柜的，都不是做不成生意了。那我要是就喜欢这个马巡呢？我副字号啊，别的没有，这人有的是啊。历来生意场上只有伙计求掌柜的赏饭吃，还没听说过哪家掌柜的死乞白赖去求一个走掉的伙计再回来。顾掌柜，我记得霸盘没解决的时候，你好像也提过辞号，是吧？是，我是提过。那时候我觉得没法干了。其實現在我也覺得我這個大掌櫃的幹的沒什麼意思。您要是放我，我現在就走。不僅我走，我跟2掌櫃、3掌櫃都說好了，一起走。哦，你們還都說好了？嗯。你這樣先回去，通知一下各店的掌櫃的。明天下午讓他們到總號來，就說我要請他們吃飯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不送了。諸位，今天把大夥叫來呢，一是我來了這麼長時間都沒有請大夥吃過飯，最近生意這麼忙，我想給大夥補個情；二是最近副字號內部有些事兒，我想和大夥商議一下。最近我和孫先生在總號和分號呢走了走，把這個看到的、聽到的都記下來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這些年，這副字號啊，還真有不少的花花事兒。這裡頭裝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家醜。家醜不可外揚嘛，所以今天我就在咱們自個兒人的圈子裡，把家醜給大夥念念，咱們一條一條的按照店規比對比對，看看這些事兒以後還應不應該有，是不是應該杜絕。既然是家醜，那我就先從咱們總號開始吧。第一條，違反店規，任用私人。店有明規，任何人，包括東家和掌櫃的在內，
如果沒有東家和掌櫃的共同協議，店內不得任用私人。但是，父子號的大掌櫃顧天順，卻擅自把自個兒兒子的小舅子劉二狗，小名二狗子，安插在了父子號的通順店當伙計，結果就發生了和客人撕扯、強買的事兒。顧大掌櫃，有這事兒吧？有。您坐，您坐。第2條，私自借貸造成虧空。父子號的大掌櫃顧天順不和2掌櫃、3掌櫃的商量，不顧對方的信譽不好，私自貸銀1萬兩給東城萬利聚的吳老板，讓他做羊毛生意。到現在這筆銀子都沒有追回來。顧大掌櫃，這事兒也有吧？有。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第3條，違反店規，喝花酒，碰戲子。父子號的大掌櫃顧天順，常年視店規如無物。明明知道我們喬家祖訓上店規裡就有，不准喝花酒捧戲子，除非是應酬，不准去聽戲，還是長年累月喝花酒捧戲子，用的卻是店裡的銀子。這事兒有沒有？第4條，違反店規，往胡麻油裡摻假。父子號的大掌櫃顧天順，破壞富聖宮的信譽，中飽私囊。這事兒也有吧？啊！我看這個，我也沒必要再往下念了。你們每個人犯的錯，心裡有數。我今天把它燒了，但是你們犯的錯，自個兒去糾正；任用的私人，自個兒去請退，成嗎？成不成？成。郭大掌櫃，你在父子號辛苦有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畢竟我們東家掌櫃的一場，按照規矩，我代我的祖上給你鞠個躬。謝謝，謝謝了，你客氣了。老朽愧領了。马三兄，这是郭大掌柜的辞呈，准了。东家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啊！既然礼数到了，那顧某就先回家了。顧大掌櫃，二位，
我知道你们也遞了辭呈，但是，我希望你們今天別走，給我一個面子，留下來。我還需要你們的幫助，行嗎？東家，你放心，我們不走了。不走就好，坐。好，下面我說第二件大事。不管是一國一家還是一店，要想興旺，就得有人手。我想在咱們的店規裡再加上這麼一條：以後凡是學徒4年出師，願意留在店裡當夥計的，一律頂1厘的身股。以後逐年的按勞計增加。怎麼？有什麼問題？說出來。東家，這一條自打有晋商以來就沒有過。如果要是夥計跟掌櫃的都一樣，在生意裡頂一股身股，那掌櫃的，和夥計還有什麼區別呢？就是怎麼區別？東家，我理解東家的心情。東家是看最近辞号的人有點多，想留住他们，這是東家對夥計們的恩情。東家，你要是看哪個夥計過得實在是有點困難，你從櫃頭上格外開恩就是了。萬萬開不得這個先例呀！是啊，坐。這樣一來，掌櫃的跟夥計沒什麼區別了。對呀，這怎麼區別啊？我知道，反對的理由無非是2條：一是這樣的事兒在咱們晉商裡沒有這個先例；第二，你們擔心給了夥計身股，掌櫃的和夥計平起平坐，怕以後不好相處，對不對？是定的了，對不對？依我看來啊，這個先例倒沒有什麼關係。天下的事兒，總得有人第一個去做，就看是為什麼原因，為什麼道理。咱們這麼做是為什麼呢？是為了留住人手。人手是什麼？人手是咱們做生意的根本。你只要能為咱們父子號留住人手，咱們為什麼就不能開這個先例呢？也是啊，可是你這生意開這個，比方說，父子號錢莊的那個馬尋，這個小夥計，據我所知，父子號錢莊這幾年的生意有80%都是他做的。他這樣一個人，對咱們有功，咱們為什麼就不能給他一份身股，把他留下來呢？至於第2條，咱們可以在店規裡清清楚楚地寫明，就算是頂了身股，掌櫃的還是掌櫃的，夥計要絕對敬重聽從掌櫃的。如果違背了這一條，就等於說是違背了店規，掌櫃的還是可以把他趕出號。對，這樣好，好了嗎？如果大夥沒什麼意見，這條就這麼定下了。咱們按年資給夥計頂一份身股，好嗎？好。東家，既然今天大家在此商議革新店規，我呢就提上一條，讓大夥兒商議商議。好，大夥兒有什麼意見都說出來啊！茂才兄，記一下。總號呢對咱們分號啊經營統管的太嚴了，分號呢丁點的自由都沒有。這說穿了，就是讓分號分攤總號的虧欠嗎？我提議啊，新店規加上一條。分號和總號附上工啊，各自獨立經營。分號呢，按月向總號繳納銀兩，其餘的呢，各自算各自的賬。4年賬期一到，賞罰要分明。好。東家，我提一提，咱們老店的好東西啊，是一條也不能落下。比方說，不能帶家眷，不能喝花酒，不能捧戲子等等，都要寫上。對。喝花酒捧戏子就少不了花銀子，银子花完了怎麼辦？免不了鼠竊狗偷的事情發生啊。好，都說說啊。今兒個我說一句，以後對總號大掌櫃的權利要有所約束，能幹什麼，不能幹什麼，
要在店規裡寫清楚、寫明白，不能讓他的權利無邊無際。無邊無際，任人唯親。对呀，任人唯親就造成店內同仁離心離德，那影響我們的生意興隆啊！好，说得好。对，说得好。来，继续。哎呀，今天这个会开得还行啊！哎，还行。哎，怎么样？还得瞧东家。大掌柜，二位爷，你别这么叫，我心里听着别扭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大掌柜了，你让我走。东家今天这顿饭，他们早想好了，反正我顾天顺已经帮他们解了高粱坝盘之围了。他乔致庸已经过了河了，就可以抬桥了。营山，哎呀，你给我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留下来？我回秦县老家去。你不能走啊！我琢磨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东家呀，主要是对您这个事儿，他不是对您大掌柜这个人呐。大掌柜啊，您可是咱们乔家堂堂的大掌柜呀。这在山西做买卖人当中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啊！大掌柜，您要是这么灰溜溜的走了，那別人怎麼議論您大掌櫃呀？哎，對呀，大掌櫃，要是這樣，我還真不能走了。對呀，不行，不能走。我顧天順命可以不要啊，這一世的名聲不能不顧及啊。我還真想看看。乔致庸怎麼處置我這個在父子號效力了40年的老掌櫃？回去。第11款，各號夥計出師後，頂一份生穀，生穀有1厘起，每年按勞計，由東家和掌櫃的決定是否添加。第12款，不得任用私人。第13款，不准帶家眷入號。第14款，店內任何人一律不得喝花酒。第15款，店內任何人無故不准進戲園子聽戲。第16款，買賣公平，誠信第一，不准強買強賣，欺蒙客商。第17款，不得強索債務。第18款，店內任何人不准賭博。第19款，店內任何人均不得吸毒。第20款，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不得與任何鄉宇商家爭做霸盤。新店規就這20條，你們覺得還有沒有要加的？沒有了。好，既然沒有要加的，那咱們就把這20條新店規定下了，它以後就是鐵的，就是咱們父子號的立業之本。好，不錯，來，好，跟進了，好，來，幹！來，敬東家，敬東家，乾一杯，好，乾了啊，好，乾。進來。东家，您把我辞號的信還我吧。你又不想辭了？不光我一個人，大家伙都不願意走了。為什麼？東家，我今年28歲了，出徒10年，按新店規，我能抵2厘的生穀呢。這樣到了賬期，那就是幾百兩銀子的紅利呢。那是誰還願意走呢？東家，您讓我留下吧，馬群保證以後好好給您跑街。
給富成功多賺銀子，爭取早日把我的身股提上去。1厘身股那就是100多兩銀子呢。我也不瞞你，我現在不僅是為您幹，也是為我自家幹。说話算數嗎？算。好好幹。哎。那，謝東家。去吧。哎。孙茂才，走嘞！哎呦，你这，东家，你这次的电规可算是一件大事。自古以来，伙计在掌柜的眼里算什么？说重了，那伙计就不算人。掌柜的赏他饭吃，他才有饭吃；不給他飯吃，他就沒飯吃。這下好了，你讓他們在生意裡，頂了一份生股，他們在內心裡就和掌櫃的，甚至和你這個東家平起平坐了。這紙新電規把伙計也變成了東家，而且我有這樣的規矩，用不了多長時間。那些上門想給我富生宮當伙計的人，非得把門都擠破了。哎，這口外的天地真是寬廣，我都不想走了。哎，東家，有個人你得好好發落一下。顧天順，畢竟在富生宮幹了40多年，大掌櫃也幹了10多年。若是處置的不好，怕是會動搖那些大掌櫃的心呢。我知道，我會考慮的。過幾天我找馬尋商量商量。東家，喬致庸把他店裡的規矩給改了。那也是他們店裡自己的事情。現在啊，這消息都已經傳到達盛昌去了。達盛昌裡的夥計心都動了，但凡是能幹點事兒的夥計都想伺候去他們富字號啊。这哪裡是給他店裡定的店規？這分明是給山西的買賣定的行規。誰不順着他來，就得垮台呀！你悄悄告訴他們，我也給咱們店裡的夥計定一份身股，只是誰也不能說出去。不行了，哎，說說，你剛才那話什麼意思啊？說完啊！我也說不好是什麼意思，反正我覺得吧，您不是凡人，膽兒大。哎，咱不說這個，我讓你說的是，怎麼把富字號的生意做好了的主意，說出來。東家，我就是一跑街的。我的話也不方便說，
哎呀，我现在问的是你怎么把生意做好的主意，我又没问你是什么身份。你现在就把你自个儿当成是富字号的大掌柜，说吧。成。东家，我们富字号在包头城里的生意做的算是大的，可是出了包头城，我们的生意能比现在大10倍、100倍。什么意思呢？您看，包头只是一座城吧，出了包头往北，那就是一片无际的蒙古草原呐。草原上有多少牧民，有多少王爷，我们就有多少生意。那蒙古草原上能有什么生意呢？您看啊，草原牧民需要我们这儿的，棉布、丝绸、茶酒，还有反正是吃的喝的吧，他们都需要。咱们这边的内地人呢，需要蒙古草原上的骏马、牛羊、皮张、羊毛、奶品。我们要是能把草原牧民需要的货，我们都给运过去，然后再把我们内地人需要的货从草原上运回来。到那时候啊，那蒙古大草原都成了我们乔家富字号的店铺，那生意该有多大呀！哎，你说我就让你现在做富字号的大掌柜，你敢不敢？东家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不敢想，我才28岁。那你现在就想，马上就想，就在这儿想，马上告诉我，啊？东家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嗯，真想好了？您别笑话我，我说实话呢。好，说，那你就说。从我进富字号那天起，我就想做大掌柜。不过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就成真了。我告訴你，我讓你當大掌櫃有一個條件。您說。就是你必須把你剛才跟我說的那些生意都給我做成了。东麗，您放心吧，1年不成，咱就2年，2年不行，3年、5年、10年。我馬勳要是不把這千里蒙古草原變成我們富字號的大商鋪，我死不瞑目。來，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你想過沒有？要是有一天，咱們的生意做得比這個天都大，你掙的銀子比你一輩子都花不完，那個時候，咱們還能幹什麼呢？那一輩子都花不完。那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現在不能告訴你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東家，等等我。都来了，来了！顾掌柜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在那儿。哦，行，都來了就好。
今天我叫你们大伙儿来，可能你们心里都清楚是为什么。我是想让你们来见见我为父子号新聘的大掌柜。以後，父子号就要在他的帶領下，大膽地走自己的路，為大家生財，為天下生財。高瑞啊，給馬大掌櫃搬椅子。哎，东家，这个不是吧？按照乔家祖上的規矩，聘請掌櫃的要學漢高祖設壇拜將。上座吧。馬大掌櫃，東家今天不是個人向你下拜，東家今天是代表喬家祖宗和各位大股東，還有在座的各位大掌櫃和夥計們向你下拜。东家，您看這……好，既然孙先生這麼說了，馬巡坐。這個行嗎？東家，安靜，安靜。馬巡，馬大掌櫃，今天我喬致庸把我3代的先人在包頭創建的父子號交給你了。东家，你今天當着大家的面給馬巡一拜，馬巡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敢忘了您的恩情。東家，今天在這裡，你也受馬巡一拜。馬巡，從今天開始，父子號就看你的了。東家您放心吧。東家，您先坐。馬巡現在是父子號的大掌櫃了，我有話要跟大家說。各位師傅，各位前輩，今天諸位也受馬巡一拜。諸位師傅，今天東家把這千斤重擔就交給馬巡了，日後我一定按照店規和喬家的祖訓行事，講不得什麼情面，也說不上誰是師傅，誰是前輩了。在這裡，馬巡向諸位告個罪。現在，我就要以大掌櫃的身份宣布幾件事情。通順店胡掌櫃，你放任夥計在胡麻油裡摻棉籽油，坑蒙顧客，雖然不是同謀，可是也有失察之嫌，不再適合擔任大掌櫃。通順店大掌櫃由二掌櫃江海山接任。你肅靜，肅靜。義順店梁大掌櫃，你常年嫖戰妓女，有違店規，不適合擔任大掌櫃一職。義順店大掌櫃由廣順店劉大掌櫃接任。劉大掌櫃到任後，由二掌櫃蔣先仁先生接任大掌櫃。顧大掌櫃的事情，我想前幾天東家跟諸位說得很清楚了。現在我宣布，顧大掌櫃、胡大掌櫃、梁大掌櫃清除出號，自即日起不得在號內留宿。馬巡，你太霸道了，不能這樣待我們。行，我走。
此地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。哎，梁大掌柜，我和你一起走。父字号的天可是真要变了呀！啊，一个跑街的，哎，居然能当大掌柜，哎，就是不让我走，我也不干了。走，胡大掌柜、梁大掌柜，按照乔家祖上的规矩，出名出号的伙计，柜上也会发一笔遣散银子。两位什么时候有空，随时到柜上来，柜上随时支付给你们。就是有银子，那也是乔家掌柜的恩典，你就不谢了？哼！两位慢走，走，恕不远送。真没想到，我在父字号干了40年，就是这样的下场啊！我走，师傅，顾掌柜。师傅啊，马巡今天第一天上任，不得不下此狠招。论私，您是我的师傅，可论功，现在马巡是父字号的大掌柜了。师傅，你，顾言，慢走。智庸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怎么，东家还要让我给你磕头赔罪不成？